就是听完这首歌真的是长舒一口气，就是他唱的我的心一直很揪着的那种感觉。我是一个哭点非常高的人，如果特意在我身边的话，他这一会儿已经是哭成泪人了啊。因为在这个行业的原因，确实见过很多艺人，我就是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。很多的艺人他是不懂得珍惜的，像深深这样子一路走来都不是说很容易嘛，而且他出道这么多年，在最后就把自己都唱哽咽了，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珍惜，就是要珍惜。来解析一下这首歌吧，我废话比较多。分08秒的时候唱到这个缝合翅膀多完美，体谅眼神不伤悲。他提到翅膀的时候，他一上来那个服装，我当时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衣服怎么这么就是带点波西米亚的风格啊？然后后来发现他其实后面那一块纱布他剪开来了是翅膀，然后他缝合了他之前机器人的装束，就是其实他是一整套的，他有自己的这个巧思在里面。哇，这个真的是要很了解他的人才能够看到。就突然看到到1分43秒的时候，他描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场景，从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开始哭了。去除掉滤镜，妆造复原回本真的我，那你还爱吗？就是在这个社会就越来越严重，很多时候啊真的是只看外表的，真的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啊。间奏之前呢，他有说如果没有这些如果你才会爱我，这是第一遍，他是有一点点悲在里面，就是他有些肢体动作会连带到这个歌声，但是他的眼神啊，大家注意那个时候他的眼神确实是一种我已经看透了的感觉。那么间奏呢，它是一个变奏的部分，它这首歌本身一直是在降 B 调嘛，然后呢在这个变奏的部分呢，它加入了很多不是那么和谐的和弦啊，因为它接下来要去展示的是另外的一种就是梦境的感觉，所以说这个间奏呢，那么间奏变完回来之后呢，我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触景生情的来到了一句好美丽的梦啊，这个真是忍不了。就不论你是不是粉丝啊，我觉得这个现在想起来都是太动情了。如果不是咱们生米朋友这个接话接的十分到位啊，我可能那个时候已经痛哭流涕了。2分55秒唱到多么完美的镜头，哎妈，那个地方真的我觉得是他完全在哽咽的唱了。然后呢他唱到一个我淡定自若，一个我尖叫着求救。哎，大家记不记得我刚刚有讲到，就是间奏之前如果没有这些如果你才会爱我这一句的时候，他歌声当中是有一种悲切的，但是他的眼神是看透了的。哇，原来他在那儿就已经埋伏笔了啊！因为这句歌词，你一个我淡定自若，一个我尖叫着求救，完美的阐释啊！4分09秒的时候呢，他的哭腔用哭腔第二次展示了如果没有这些如果，你是否爱我？幸运的时候为何感到自己不值得？那这一段他切身的体会啊，这个就不是技术性哭腔了，这个是生理性哭腔。因为特别是像深深这样子的艺人啊，以前就被这个社会给 PUA 时间太长了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以前参加那些节目啊，然后走过那些路啊，就像我们啊，有的时候我手里握好几个项目，我去跟一些投资人谈，他都先 PUA 我一番，然后才能给我谈项目，更何况他当年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小歌手，我现在就自信从容的多了啊。那么他现在是在学习，会接受你们的爱，然后以更好的方式反馈给你们，那么马上他的这个爱就要洒向世界了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真的是可以跟着视频走一圈哈。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一个歌里面听出来了双向奔赴的感觉，就是那些粉丝朋友们天天在网上写的双向奔赴的感觉。这个歌呢，演唱技巧来讲，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分析的那么大的意义，这真正意义上的真情实感。当然他的演唱技巧非常厉害，才能够把真情实感拔出来啊。你就像我平时也可多真情实感了，
但是不是说我破锣嗓子能拔出来的啊。这个歌是最近真的带给我最大震撼的，因为它词写的特别的隐晦，但是这个词呢，根据它的整张专辑的这个概念呢，又特别的吻合，就是既隐晦又吻合感。我就觉得哇，唐田老师做的词也非常厉害。好吧，那今天的 reaction 就先到这里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